和俄罗斯一样，乌克兰空军是一支浓厚苏系色彩的力量，所装备的战机和弹药也是苏系设备。但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空军却出现了苏系战机嫁接北约武器的奇观，打出了一连串的优秀战绩，让俄军对北约援助的空射武器产生了心理阴影。那么问题来了，在武器规格、电子设备都无法互相兼容的情况下，乌克兰空军是如何将北约空射武器嫁接到苏式战机的身上呢？本期节目，火力军就带大家一探究竟。先来看看乌克兰空军眼下的家底。截止2023年底，乌克兰空军麾下拥有的各类飞机数量不足200架。它的主要阵容是55架米格29、31架苏27战斗机、14架苏24战斗轰炸机和20架苏25攻击机。此外便是若干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和教练机。作为一个体量并不算小的国家，乌克兰空军机队的实力甚至不如很多第三世界小国。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克兰独立以来糟糕的经济情况和错综复杂的俄乌关系，让长期面临战机老化、缺少经费、缺乏技术的问题，从而无力维持独立之初的庞大机队。尤其是2014年俄乌关系彻底闹翻之后，乌克兰空军失去了与俄罗斯军工企业的合作渠道，空军机队的维持难度进一步提升。等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面对数量和质量更胜一筹的俄空天军，乌克兰空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弱势地位，损失了大量战机和人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空军的作战飞机并不能满足当下的作战需求，因此乌克兰早早的就向北约国家提出了援助先进战机的呼声。北约国家也敲定了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的计划，甚至瑞典和法国还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 JS-39和幻象2000战机，但由于飞行员培训时间以及飞机调配等因素的制约，这些战机短期内还不会在乌克兰形成战力。但是这些战机入乌之前，北约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与之配套的许多空射武器，旨在让乌克兰具备同等的防区外打击武器，攻击俄军纵深目标。他们在与苏系战机整合后，打出了不少漂亮仗。这其中表现最亮眼的便是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和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乌克兰空军最主要的对地打击战机是苏 24M 和苏25，这其中作为战斗轰炸机的苏 24M 不仅拥有超音速飞行和全天候作战的能力，而且还是苏联少有的具有惯性导航和数字计算机以及激光指示器的战机。再加上苏24的载弹量高达7吨，比作为攻击机的苏25 4.4 吨的载弹量要大得多。因此，乌克兰空军选择使用苏24作为嫁接北约对地打击武器的平台。而与苏24一同搭配的北约对地打击武器，则是大名鼎鼎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这种导弹由英法两国共同推出，兼具隐身性和高精度打击的优点，在英法两军的作战序列中，一般由他们的制空战机台风、阵风或龙卷风这样的战斗轰炸机携带。这些战机都拥有先进的光电观瞄设备和适合低空下驶的雷达，数据传输能力也有保障。苏24的飞行速度、低空突防能力和载弹量都能符合搭载风暴阴影的需求。要想让它获得发射风暴阴影导弹的能力，就需要对它的电子设备、武器挂架、发射设施进行改装。为此，2023年5月，风暴阴影交付乌克兰之前，乌军曾将手中的苏 24M 送到波兰接受改装。虽然目前还无法得知苏 24M 的具体改造细节，但可以确认的是，这些苏24直接安装了英国退役的龙卷风 GR4 战机的外挂架，可以毫无障碍地挂载风暴阴影。而苏24优异的飞行速度也有利于让风暴阴影在高空高速的环境中打出更理想的效果。除开苏24嫁接风暴阴影，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也成功嫁接了美国的哈姆反辐射导弹。哈姆导弹可以通过无源雷达、毫米波雷达或者惯性加卫星双制导的导引模式攻击目标，是北约国家常用的 ESAD 武器。正常发射哈姆导弹对飞机的雷达、显示器、数据总线和发射设备都有很高的要求。
比如美军的 F-16战机在发射哈姆导弹时，往往会同时携带一具哈姆专用的 HTS 观瞄吊舱。在吊舱确定目标的位置后，驾驶舱内与数字总线和吊舱相连的接线则会将信息传送给数字化显示器。飞行员通过显示器上的目标确认哈姆是否发现了目标，随后再扣动扳机，将挂在 LAU-118A 发射器上的哈姆导弹射出去。这里所说的 LAU-118A 发射器是哈姆导弹与飞机之间机械和电气接口，即便不挂 HTS 吊舱，发射哈姆导弹依然需要通过 LAU-118A 和数据总线实现数字化显示器与机载雷达的实现观瞄和信息传输。乌克兰空军的战机中，只有米格29和苏27符合嫁接哈姆导弹的条件。这其中，米格29作为乌军的空战主力，被认为是最适合嫁接哈姆的平台。考虑到哈姆发射的复杂性，以及米格29并没有数字化显示器，只有模拟显示器的特性，许多北约业界人士和媒体一度认为乌军战机的适配过程会比较艰难。以色列经济学人报还曾提议，在米格29身上额外加装一个由外部电池独立供电的雷达信号接收器，并在发射器和该设备启动设备之间再专门加一条电缆。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困难。北约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将在 APU 自吸零挂架叠了一层 LAU-118A 发射器，使米格29可以挂载哈姆导弹，然后又在战机上单独配一个平板电脑和商用 GPS 设备，通过电缆与平常发射空导弹的计算机端口相连，就能发射哈姆导弹了。不过，一些早前透露的信息显示，米格29计算机可能会将哈姆识别为227空导弹。当然，这样做呢也有一些缺点，那就是它需要提前在地面输入目标信息，让哈姆通过导弹本身的导引设备寻地攻击。这样做无法最大化地发挥哈姆导弹与机载雷达、观瞄吊舱之间配合的全部实力。通过嫁接这些北约空射武器，乌克兰空军获得了更强大的打击能力，取得了一系列亮眼战绩。苏24嫁接龙卷风的适配器后，战时可以在内侧挂架上一次携带2颗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以及 AM160诱饵弹。执行任务时，乌军可以先发射诱饵弹，吸引俄军防空系统的注意，然后射出风暴阴影。在2023年6月的一次空袭中，苏24搭载风暴阴影导弹干掉了俄第35集团军参谋长谢尔盖·戈里亚切夫少将，展现了乌克兰空军强大的精准打击能力。3个月后，苏24又带着风暴阴影袭击了俄黑海舰队驻地塞瓦斯托波尔港，摧毁了1艘俄军登陆舰和1艘基洛级潜艇。这是俄乌开战以来乌克兰空军的首杀反舰战力。不止如此，此次空袭的9天后，苏24又带风暴阴影直插黑海舰队总部，一次性端掉了34名正在开会的高级军官，就连时任黑海舰队司令维克托·索科洛夫上将也生死未卜。再来看看米格29。米格29在嫁接了哈姆反辐射导弹之后，很快就在2022年8月的一次空袭中敲掉了赫尔松地区的一具 48Y-A6K1 防空雷达。要知道，这款雷达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为 S-400 提供空域侦测和追踪服务。敲掉它就等于敲掉了 S-400 的大脑，让这一套防空系统失去了作战能力。随后，米格29又带着哈姆导弹，在同年9月和11月再次创造了战果，对俄军防空系统的工作造成了严重威胁。有意思的是，乌军还成功实现了捷达姆制导炸弹与米格29的适配。虽然外界还无法判断他们的适配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乌军的确在2023年4月通过米格29携带的4颗 JDAM-1A 炸弹空袭了巴赫穆特的俄军阵地。实际上，乌军战机嫁接北约武器还有减少对俄罗斯装备依赖的作用。毕竟，乌军的苏25攻击机、苏24战斗轰炸机和苏27战斗机都是苏联时期由苏霍伊公司生产的产品，而如今苏霍伊公司的生产线全部都在俄罗斯境内。从2014年俄乌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乌克兰便再也不可能从苏霍伊手中获得新战机和新零件。米格29的情况也是如此。它的生产厂家米高扬格列维奇集团早就停产了米格29，这家公司的所有生产线也都在俄罗斯，自然也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新飞机和新零件。所以乌克兰过去维持空军机队只能靠拆库存飞机的零件，
这也是为什么俄乌战争爆发后，北约国家奋力收集苏式战机和零件，将其打包援助乌克兰的原因所在。不仅是战机，就连乌军战机配备的空射武器也都是前苏联的产品，比如 273、260、227空空导弹是苏联三角旗设计局的产品， KH-25空地导弹是星星设计局的产品。这些设计局在苏联解体后全部被俄罗斯吸纳，导弹的生产线同样也在俄罗斯境内。乌克兰自己并没有能力生产这些空射武器，平时只能用苏联遗留的库存，因此打一发就少一发，长此以往可能经不住消耗。而西方国家提供的空射武器却可以持续供应，让乌克兰空军免去了空射武器库存耗尽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军使用北约空射武器更符合乌克兰的长远利益。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10月，俄罗斯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乌克兰民用设施展开袭击之后，美国和英国便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 AM-120 空空导弹。虽然外界无法得知这些导弹的具体数量，但从美国为这批 AM-120 付出了 11.5 亿美元的资金，以及 AM-120D 在2019年的报价仅为109万美元的情况来看，这批导弹的数量可能超过了1000枚。此外，加拿大也在2023年9月之后向乌克兰提供了288枚 AM-7 麻雀导弹和数量不明的 AM-9 响尾蛇导弹。这些导弹与 AM-120 一样，都是北约战机常见的空射武器。这些导弹都需要通过战机的雷达设备提供照射或输入目标信息，而乌军目前的制空战机苏27和米格29的机载雷达都还不能兼容这些北约空空导弹。乌军未来如果想使用这些导弹，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对手中的战机进行升级，把雷达、驾驶舱显示器、接口等设备换成北约产品。但考虑到乌军手中的苏27和米格29数量本来就不多，还要经常执行繁杂的空中任务，让乌克兰把他们一下子送到后方升级改装，一来一去，恐怕前线就会出现缺机问题。更何况改装战机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乌克兰恐怕等不了这么久。因此，火力军认为乌克兰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展开米格29和苏27的换航电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北约提供的空空导弹没有用武之地。美国、加拿大和挪威此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 NAS、AMS 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而 AM-120 和 AM-9 都可以充当 NAS-AMS 的拦截弹，发挥中程防空的作用，抵御俄军的空袭行动。当然，等乌军未来接收 F-16等北约战机后，这些武器可以和他们实现完美衔接，乌军也就不用费尽心思考虑武器适配的问题了。北约援助的空射武器也能发挥全部实力。不过在此之前，乌克兰空军还需要忍耐一段时间，充当黎明之前的天空守卫。在这段时间里，乌克兰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地面防空力量，抵御俄军的空中威胁，并支援地面部队，敲打俄军地面目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于乌克兰战机嫁接北约武器，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和意见，请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